没想过，在公路上称霸的那种巨无霸卡车，如果有一天它变得超安静、零排放，会是什么样子？听起来真的很科幻啊。对啊，但这好像不是科幻电影了。根据你给我们的这一大叠资料，这不只是幻想，而是即将发生的现实。没错，我们眼前有来自什么 Tesla、Oracle、ACT News， 还有 Teslarati 各种科技媒体跟产业报告，全部都指向一件事，就是那台大家等了8年的特斯拉电动卡车 Semi， 终于迎来了大更新。而且还有个明确的量产时间。对，这是真的有谱了。所以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来为你好好的深入解析一下2026年的新版Semi到底新在哪里，为什么拖了这么久，还有最重要的，它真的能颠覆整个货运业吗？好，我们来好好剖析一下。在你给的这些照片跟报告里，哇，第一眼最吸睛的绝对是它的外形，跟我们印象中的 Semi 差很多了。没错，那个设计语言完全不一样了。对，从最直观的改变开始看，这个全新的 Semi 设计，很明显它跟进了特斯拉最新的那种家族风格，就是那种极简的线条感。对，像我们在新的 Model 3上看到的，还有未来那个 Cybercab 无人计程车，都是这种感觉。我们来具体对比一下好了。最明显的就是车头灯那个差超多的。旧款是2个很大分开的独立头灯，看起来很有肌肉感。对，很有力。但新款呢，是把它们整个整合到一条横贯整个车头的水平光条里面，未来感瞬间就出来了。不止头灯哦，它的那个前置物箱盖，就是我们说的 frunk， 也变得更平更简洁，整个面变得很干净。对，然后保险杆也重新设计了，跟那条新的光条完全融合在一起，整个车头的一体性非常强，你看不到什么多余的线条或接缝。资料里好像也提到，车身侧面那些 character lines， 就是勾勒轮廓的线条也变了。对，变得更突出了，让整台车在视觉上感觉更修长，也更有力道。所以这不只是换个造型而已，这代表特斯拉是想把所有车系的设计哲学，从轿车到卡车全部统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策略。这代表特斯拉正建立一个辨识度极高的视觉语言，就是说，不管你看到的是一台2人座跑车，还是一台40吨的重卡，你一眼就知道啊，这是特斯拉。那个未来感。对，这种简洁没有进气格栅的设计，它本身就在传达一个讯息：我是靠电的，我来自未来。而且这里有趣的地方是，这些外观改变它不只是为了好看还有别的功能。对，特斯拉在宣传里讲得很清楚，新设计是为了更高效，而效率你想想，那根本就是货运业的命脉。我看到报告里有个数字，真的吓到我了。他说新版 Semi 平均每英里只用 1.7 度电。1.7 kilowatt per mile。这听起来太夸张了，这是什么概念啊？一台要拖着几十吨货物跑的庞然大物，这个效率，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这个数字确实是这个发表会的亮点之一。对，我这样说好了，让你比较好理解。目前市面上一些效率很高的电动轿车，能耗大概在每英里 0.25 到 0.3 度电。OK， 你考虑到 Semi 的重量跟那个迎风面积是轿车的几十倍，能做到 1.7 度电，这在空气动力学跟动力系统效率上绝对是顶尖水准了。哇！所以根据这个能耗，还有它宣称的那个500英里，大概800公里的续航，我们可以反推它的电池组大小大概就是在850度电左右。850度？对，同时它的驱动功率达到800千瓦，这些都是非常硬核的数据。而且资料里还特别强调一点，虽然没给具体数字，但他说有效载荷，也就是卡车能合法装的货物重量增加了。对，这点至关重要。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货运公司的老板，车头灯好不好看，那可能是次要的。没错。每英里 1.7 度电，还有能多拉多少货，这个才是直接关系到他们总体拥有成本，就是 TCO 的关键。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不要掏钱换车。没错，这决定了他们是继续用柴油车，还是愿意换电动卡车。说到掏钱，这就带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啊？等太久了。毕竟这是一场长达8年的等待耶，从2017年第一次亮相到现在，真的是让市场等到天荒地老。对，
不过，根据2025年特斯拉股东大会的最新资讯，这个问题终于有答案了。是的，时间点终于明确了，2026年开始量产。2026年，地点就在内华达州的那个超级工厂 Giga Nevada。可是马斯克在会上不是说明年开始吗？对，他用词是明年，但资料里的分析师普遍认为你要考虑到新生产线的爬坡期嘛。啊，了解。所以实际的规模化生产和大量交付应该会落在2026年年中。那他们设定的产能目标是每年5万辆，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在整个重卡市场里算多还是少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北美重型卡车市场每年的销量大概在20到30万辆之间浮动。所以5万辆等于一下子就占了15%到25%的市场。没错，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它代表的不是来试水温的，是要玩真的。对，它就是要成为市场上一个主要的玩家。这对那些传统卡车制造商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信号。那要达到这个产能目标，供应链肯定不能出问题。我看这些关于内华达工厂的资料，感觉他们不只是在盖一间组装厂，他们像是在打造一个生产堡垒。你用堡垒这个词非常贴切，这就是垂直整合的力量。哦，内华达工厂不只是组装 Semi， 它旁边就是生产电池的工厂，同时也生产那个驱动单元，全部都在一起。对，他们最近才刚庆祝了第600万个驱动单元下线。哇！而且资料里有一句关键的话 ，Semi 会用特斯拉自产的4680电池，而且是国内采购的电芯。啊哈，这就很清楚地显示了特斯拉的策略，把车辆生产、电池供应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全部紧紧地绑在一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没错，确保供应链的稳定，然后最大程度地控制成本。所以他们在工厂端把生产的所有环节都串起来了，但车子开出工厂要面对的就是另一个更大的挑战了。能源补充。对，能源补充。传统卡车加油15分钟搞定，鲜米要怎么解决这问题？我看资料里提到一个关键字 Mega Charger。 没错，这就是 Semi 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了。如果说 1.7 度电的能耗是它的盾，那 Mega Charger 就是它最锋利的矛与盾。最近特斯拉就发了一段影片，展示了一辆 Semi 用高达 1.2百瓦，也就是1206 kW 的功率在充电。等等，1.2百万瓦。为了让大家有概念，我们家里用电量大的冷气，功率可能也就2-3千瓦。这等于是好几百台冷气同时运转的功率诶。没错，或者跟我们比较熟的电动车超充站比好了。好，目前市面上最快的乘用车超充桩，功率大概在250到350 kW。Mega Charger 的功率几乎是它的4到5倍。哇，这完全是不同量级的技术。完全不同。而且，影片中有个细节被眼尖的网友指出来，当时卡车的电量只有11%。对，这点很重要。这证明了它在低电量的时候就能充到峰值功率，不是要等到特定电量区间才能充上去。没错。我看到有人做了个比喻，这个速度等于每分钟就能灌进差不多20度电。最终的目标是在30分钟内补充70% 的电量，这换算回来将近是400英里的续航，差不多600多公里。半小时换来600多公里的续航，这听起来像是解决方案了。但这里最巧妙的不是30分钟这个数字本身。那是什么？是它背后的意义。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是30分钟，不是25分钟或40分钟？对耶，为什么？因为30分钟恰好是美国货车司机在连续驾驶8小时之后，联邦法规要求的强制休息时间。哇，等等，所以他们直接把充电的时间变成了司机本来就必须要花的休息时间。完全正确，这一步棋非常高明。这真的是天才般的想法。他直接把一个潜在的劣势，就是充电等待，巧妙地转化为符合法规的必要流程。过去整个行业怀疑的从来都不是电动马达的扭力不够，而是充电带来的那个停机时间。
downtime 会不会扼杀经济效益？对，时间就是金钱。现在特斯拉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你的卡车在充电，你的司机在合法休息，没有任何时间被浪费。这的确是个很厉害的解法，但这一切都建立在这些 Mega Charger 真的存在的前提下。没错。特斯拉过去盖超充站的速度是出了名的快，你觉得这次遇到的阻力会更大吗？是因为电力需求是完全不同的量级吗？阻力肯定会大得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想想，在全国的卡车休息站，你要从电网那里稳定的拿到1.2 megawatt 的电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这不只是装个充电桩而已。对，这还涉及到跟电力公司的协调、变电站的升级，甚至是高压电缆的铺设。哇！我预期特斯拉很可能会大量利用他们自己的储能电池系统，比如 Megapack， 在充电站旁边盖小型的储能电厂。先存电。对，在半夜电网负载低的时候慢慢充电，然后在卡车来的时候瞬间释放出超过1兆瓦的巨大功率，用这个来当缓冲，减轻对公共电网的冲击。所以挑战的重心已经从车子本身的技术转移到能源基础设施的部署速度上了。是的，这将是未来几年观察 Semi 能不能成功的关键指标。技术本身已经证明可行，接下来就是实行的问题了。好，那假设他们解决了电网的问题，我们来聊聊卡车的日常工作。这些报道里提到一个功能，我觉得对实际运营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叫做 EPTO 电力输出功能。对，这个功能非常实用，简单说就是卡车那块巨大的电池可以反过来为拖车上的设备供电。像个超大的行动电源。没错，最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冷藏柜。传统的冷藏拖车需要一个独立的小柴油发电机来维持低温，很吵的那个。对，又吵，又要额外加油，又会产生排放。有了 EPTO， 就可以直接用卡车的电力来驱动冷藏系统，安静、环保，还省了柴油钱。这就是一个降低总体拥有成本的例子。那在工地上，它甚至可以变成一个移动的大型电源，帮工具充电。没错。除此之外，资料还提到驾驶室的更新，改善了视野、舒适度和储物空间，而且还暗示未来会有专为长途驾驶设计的卧铺版本 Sleeper configurations。 对，这对需要在路上过夜的司机来说是个福音。当然，最终这一切都要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自动驾驶。对，这台车从硬体到平台都是为未来的全自动驾驶预先设计的。我必须回到在其中一份旧资料里看到的一个细节：2018年的原型车上竟然装了多达26个摄影机。哈哈，对，这比电影拍摄现场的摄影机还多吧？这感觉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把 Semi 只当成一辆卡车，没错，是把它当成一个移动的数据中心在设计。你说对了。那26个摄影机的配置就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野心远不止于卖一辆电动卡车。他们从第一天起就在为收集海量的道路数据、训练自动驾驶系统做准备。每一个新的外露式摄影机，每一个感应器，都是这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原来如此，所有的设计元素都指向2个目标：短期内透过能源效率、更短的停机时间和 EPTO 这些功能，极大地降低总体拥有成本；长期为一个全自动的货运网络做好准备。好的，我们来为你快速总结一下这一次深入分析的结果。感觉从这堆资料里浮现出的重点有2个。第一，等了8年，2026年的 Semi 终于不再是狼来了。真的要来了。对，它带着更高效的新设计和明确的生产时间表，真的要来了。第二，500英里的续航虽然惊人，但真正的故事核心是充电技术。我完全同意，那个 1.2 MW 的 Mega Charger 是关键的创新。它不是在既有基础上做渐进式改良，而是重新定义了电动卡车的能源补充方式，直接回应了货运业最大的痛点——时间成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现在挑战的重心已经从车辆技术本身转移到了基础设施的部署速度上。
不过，在我们结束之前，有一条在股东大会报告里提到的资讯，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哦，哪一条？资料说，早期的 Sammy 将首先用于特斯拉的内部流物，表面上听起来很合理啦，先给自己人用，顺便除错，收集数据。很合理。但我们可以再想深一层。怎么说？这意味着特斯拉不仅仅是在卖一辆卡车，它正在利用自己的产品建立一个全球最先进、数据最丰富的逻辑物流网络。用自己的卡车跑自己的货。你想想看，当一家公司它不仅制造卡车、生产电池、盖能源网络，还同时营运着一支庞大的自有车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得到第一手的最真实的营运数据。不仅于此，他们会收集到每一条路线的海拔变化，每一次充电的曲线，每一个零件在真实负载下的磨损率。哇，这些海量的真实世界数据会以秒为单位，全部反馈给他们的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系统进行学习。他们在用自己的钱为自己打造一个完美的数据闭环。没错，所以当Sammy真正大规模交付给外部客户时，它搭载的可能已经是经过数十亿英里真实货运里程验证过的软体和硬体。它所带来的颠覆，可能不仅仅是货运的电动化，而是可能是整个逻辑物流产业的资讯化和智慧化革命。这或许才是Sammy背后那个布局了8年的更大的终局。